2012年初，长安街上风声鹤唳，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王立军夜奔和平西王倒台的政治海啸死死吸住。但极少有人知道，就在全国人民搬着小板凳围观这出高层《甄嬛传》的时候，中南海看不见的深水区正掀起一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反间谍大清洗。短短2年内，30多名深潜在中国军队中枢、核心党政机关，甚至是国家安全部心脏地带的 CIA 高级线人，被精准锁定后人间蒸发。纽约时报的重磅曝光与外交政策杂志的深度追踪，交叉印证了这个极其冷酷的结局。美国情报界砸下上百亿美元，苦心经营10年的对华间谍网被中国连根拔起，一夜黑屏。关于这场惊心动魄的红墙暗战，因为涉及资料太多，很多 UP 主习惯拿着几篇二手地摊文学去脑补，看得像007电影，但真实的顶级博弈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套路？为了彻底扒开这层迷雾，狗剩团队死磕了过去10几年最核心的外文情报卷宗，从多伦多大学顶尖智库的代码溯源报告，一路顺藤摸瓜，扒到了 FBI 法庭上打满马赛克的原版起诉书。这期节目，我们剔除掉所有的水分，只用最硬核的交叉信源，给你复原一场全网最专业、最触目惊心的真实大国谍战。今天，狗剩就带你凿开这面红墙，彻底解构这场世纪大清洗。人们总以为大国之间的情报战一定是像007电影里那样，计划算无一策，行动天衣无缝。但等咱们用真实史料剥开这层画皮，你会发现，这世界哪有什么高深莫测。当你真正看透了这台冷酷运转的国家机器，你会发现，世界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现在回到2000年的中国，要知道 CIA 是怎么输的连底裤都不剩的，首先得明白他们当年是怎么赢麻了的。在国际情报界，中国、俄罗斯、朝鲜一直被归类为最高级别的拒止区域，监控密度高，社会管控严格，外国人行动受限，到处是摄像头和便衣。你想在中国搞传统的007式间谍活动，那是地狱难度。苏联解体之后， CIA 的注意力逐渐东移，到21世纪初，中国已经是头号情报优先目标。但中国不是苏联，冷战时期 CIA 对付苏联人靠的是意识形态的感召。你看看你们古拉格多残暴啊，来看看我们自由世界的灯塔吧。很多克格勃的叛逃，多少带点追求自由的悲情色彩。21世纪初是中国加入 WTO 后经济狂飙突进的镀金时代，也是权力寻租和腐败最肆无忌惮、闷声发大财的时代。那个时候，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早就让位给了钱。真正让这台庞大机器咬合运转的润滑油，不是什么主义，而是真金白银。好官买官，在中共官场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半公开的潜规则。在军队里，在地方上，甚至在核心的强力部委，一个正处级升副局级标价多少？一个大校想扛上少将的牌子，需要孝敬哪个首长？圈内人心里都有个指导价。比如后来落马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主政军队的时期，那真叫一个明码标价。体制内的黑话叫千军万马，百万雄师，就是1000万元买军职，100万元买师职。在这个大染缸里，你不贪、不买、不送，在同僚眼里，你就是个不知好歹的异类，是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你这辈子就在冷板凳上坐到死吧。面对这种系统性的溃烂，华盛顿 CIA 总部的情报分析师们想了个好办法，他们决定直接替被招募的中国线人交升官费。你没听错，在情报学里，招募间谍有个经典模型叫 MICE， 金钱 Money， 意识形态 Ideology， 要挟 Coercion， 自我 Ego。 面对那帮脑满肠肥的官僚， CIA 看懂了这套中国特色官场逻辑。你想往上升，你想进解放军总参谋部，你想进核心智库，没问题啊，你行贿首长要200万人民币，你掏不出，俺们 CIA 替你出了。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顶尖调查记者扎克·多尔夫曼后来深度采访的30多位前美国情报官员透露， CIA 把这视为一项长线投资。一位反间谍高级官员说了句极度讽刺的大实话，替他们交行贿的钱是我们做过的最具长远眼光的投资。你直接去招募一个外国高级军官几乎不可能，但利用腐败为我所用，把我们的人推到高位上，这是唯一的办法。这不叫招募间谍，朋友们，这叫政治风险投资。用风险投资的逻辑搞情报，不仅给钱买官， CIA 还包办了这些官员的后顾之忧。老婆要办海外账户安排，孩子要上波士顿的常春藤名校，学费生活费全包。据纽约时报披露，高级别线人的年薪甚至高达100万美元。这既是极其丰厚的报酬，也是最死硬的投名状。你拿了美国的钱买官，你儿子在洛杉矶开着跑车，你觉得你这辈子还能下得来贼船吗？当然 CIA 不傻，他们极少在国内招人，他们在国内够不着你，
那就等你出国。中国军官去吉布提出差，科学家去欧洲开会，高官去美国考察。出了国门，脱离了体制的层层保护伞，就是 CIA 的主场。CIA 内部甚至搞了个"一带一路"的热力图，中国官员的足迹在哪 ，CIA 的套路就在哪。在2010年前后，这套美元加腐败的打法，让 CIA 在中国的间谍网达到了历史的绝对巅峰。据4位前美国官员对《纽约时报》的回忆，那时候美国获取的关于中国的高层情报质量是多年来最好的。CIA 的线人深深嵌入了解放军的核心指挥系统、中共党组织的要害部门，甚至打进了专门抓间谍的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内部。那是美国情报界的黄金时代。中南海里昨天开的小会，中国领导层的真实意图、军事部署乃至18大的人事变动盘算，几天后就能变成一手绝密简报，放在奥巴马的椭圆形办公桌上。奥书记，我们这次可能得多给中国那边批点经费了。这次对面要的有点多，因为据说职位很高。不过我们已经选好可靠的人了，而且他本人也非常愿意赞助一点。行吧，但是这个金额对面给的职位必须要值这个价钱。昨天我们内部会议提名的人名单给我看看。给您放桌上了呀，总书记。你确定没给错？没给错呀，秘书交上来，昨天提名的就是这几个人。哦，是这份吗？你是说我们下一届的总书记经过党内我们高层讨论，提名了一个叫唐纳德·特朗普的人，他老家是陕北的，家里3代贫农，并且他父亲早年和毛主席一起加入共产党的。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吧？你把我当傻子是吧？滚出去，给我找出来是哪个傻子混进昨天会议了。时间来到2010年下半年，北京、中南海风向突然变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高层开始察觉到了一丝极其危险的含义。他们在监听和对美外交的复盘中发现，美国人在一些重大的双边谈判、高科技出口管制乃至对华军事决策上，表现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未卜先知。那种对中国高层底牌的精准把握，绝对不是靠间谍卫星拍几张照片或者截获几条低密集的邮件就能做到的。只有亲自坐在会议室里的人，或者能看到内参纪要的人，才能把中方的底牌摸得这么透。这时候啊，中国自己安插在美国的情报网络开始遭遇精准的外科手术式拔除。根据后来多方情报史料的交叉印证，美国人不仅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还知道我们派去美国的人是谁。反向推导，结论只有一个：国安部乃至国家运转的中枢神经里有内鬼啊！这台以抓内鬼起家、世界上最庞大也最神秘的反间谍机器，立刻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内部排查，顺藤摸瓜，引发大地震的导火索，终于在2012年初被引爆。据路透社当年的独家深度报道，国安部最终锁定了一个核心目标，时任国安部副部长陆中伟的一名行政秘书。陆中伟是典型的学者型国安高官，长期执掌国安部直属的最核心智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这个机构是专门给政治局提供最高级别国际战略内参的。副部长本人的防备心或许很高，但他的贴身大秘却拥有极其高的权限。他能接触到大量敏感的政治、经济、战略情报，甚至是国安部海外反特行动的绝密部署。这名秘书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向 CIA 传递核心机密，直接导致了中国在美的多名高价值特工暴露。这事儿一出，消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直接炸了。当时的北京城原本就因为王立军夜奔、高层权力交接等事件风声鹤唳，在这个节骨眼上，抓间谍的老巢居然被 CIA 渗透成了筛子。这不是单纯的情报失败，这是国家安全系统信用破产的政治灾难。如果在普通的政府部门抓个贪官通报一下也就完了，但在情报界，当你发现副部长的办公室里都有 CIA 的眼睛时，最恐怖的问题就来了：这只老鼠是单独行动的，还是一个庞大网络的一环？在这个大院里，到底还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副部长大秘的落网，让中国高层彻底丢掉了幻想。他们意识到 CIA 这套美元风投的打法已经把根扎得太深了。面对这种系统性的溃烂，国安部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反间谍猜忌中。传统的内部审查已经不够用了，当时的国安系统内部其实也并不干净。比如我们知道的郭文贵好朋友，当时主管反间谍的副部长马建，当时正忙着利用监听设备搞高层黑材料，还得帮郭文贵连哄带下去搞企业的钱。高层很清楚，要对付一个已经渗透进骨髓的 CIA 庞大网络，单靠国安部传统的人力盯梢和内部自查，不仅效率太低，而且随时可能走漏风声。他们必须引入绝对干净且具有碾压性技术优势的外部力量。于是中共高层下令批准成立了一个极高规格的联合特别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不仅抽调了国安部第8局反间谍局最精锐的干警，还直接拉来了中国军方最神秘、最顶尖的网络战机构
解放军总参三部，后并入战略支援部队。总参三部相当于中国版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这里汇聚了全中国最顶尖的黑客、密码学家和信号拦截专家。这个跨部门的联合行动，让这场反间谍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传统的抓内鬼升级为了一场国家级的网络与信号追踪战。联合工作组想啊，CIA 在北京发展了这么多高级别官员，他们绝不可能在公园长椅上交换情报。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高频的情报网络， CIA 必然有一套隐蔽的电子通讯系统，只要找到这套系统，就能顺藤摸瓜，把所有拿美元的间谍全部揪出来。原本要在茫茫互联网中找出一套 CIA 定制的隐蔽通讯网络，无异于大海捞针，但历史在这个时候开了个让人各种懵逼的玩笑。那时候啊，为了跟中国的线人秘密联系， CIA 工程部门开发了一套基于互联网的隐蔽通讯平台。表面上看，这些网站就是普通的新闻网，线人在网页看似普通的搜索栏里输入一串特定的密码，就会弹出一个隐藏的消息窗口，用来跟远在蓝利的上线交换情报。听起来挺高科技。 No， 这套系统犯了2个低级到令人发指的错误。这套系统最初是为中东战区，比如伊拉克、阿富汗设计的，那里的网络基础设施稀烂，战场环境混乱。但是 CIA 的大聪明官僚们为了省钱省事，竟然把这套系统原封不动地平移到了中国，这个全球互联网监控最严密、拥有防火长城的国家。当时的 CIA 行动官员有一种迷之自信，他们原话是：放心吧，搞定了，没人碰得了我们。出于所谓安全考虑， CIA 设计了2套系统，一套叫临时系统，给刚招募的还在考察期的新线人用；一套叫主系统，给经过审查的老线人用。理论上，这2套系统必须在物理和代码上完全隔离。然而，多伦多大学专门研究网络安全和数字监控的独立机构公民实验室，在后来的深度技术挖掘中发现， CIA 的技术外包团队犯了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临时系统和主系统在底层代码上居然是连通的。FBI 和 NSA 后来做渗透测试时大骂 ：“Oh boy， CIA 把2边的防火墙彻底搞砸了。只要任何人拿到了外围临时系统的访问权，就能顺藤摸瓜直接爬进主系统。好比你花了几十亿美元建了个核掩体，防爆门天下无敌，结果因为嫌麻烦，你在防爆门上开了一道给猫进出的塑料小门，还他妈没上锁。最讽刺的是，最先发现这个漏洞的还不是中国人，而是伊朗。2009年，伊朗情报部门为了抓双面间谍，拿到了 CIA 的一个临时通讯网址，然后伊朗的网警干了一件只要上过几节计算机基础课的人都会干的事，他们把这个网站的 HTML 代码特征、域名注册模式、服务器 SSL 指纹输入了谷歌搜索引擎，没错，就是咱们平时用的 Google。伊朗人把 CIA 在全球注册的885个类似的伪装网站全给搜出来了，这些网站覆盖29种语言、36个国家，而且这些网站背后注册的壳公司连名字都懒得掩饰。大量 IP 地址是连号批量购买的，有些甚至直接有数字链接指向了 CIA 自己的官方网站。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员在报告里写下了一句话，特别搞，我念给你们听：哪怕是一个有动力的业余网络侦探，都能绘制出整个 CIA 的全球通讯网络地图。据美国情报官员判断，伊朗在2009年到2010年左右，把这个谷歌搜间谍的破解教程作为抗美统一战线的贺礼，无私地分享给了中国国家安全部。大家想象一下，当国安部和总参三部的网络战专家们拿到这个线索时，内心是何等的狂喜。顺着网线，只要确认一个人是 CIA 线人，追踪他登录这套系统的 IP， 调取宽带开户信息，锁定物理位置，再配合路面的高清天网摄像头交叉比对，就能牵出网络中的所有人。你搞一个几十亿美元的情报网，结果防火墙被人用谷歌高级搜索给端了。傲慢是间谍世界里最致命的毒药，不仅是技术拉胯， CIA 在现实中的间谍手法也极其草率。据前 CIA 中东地区行动官菲利普·吉拉尔迪透露，有些驻北京的 CIA 联络官竟然在某些高档餐厅反复跟线人碰头。驻北京的 CIA 特工频繁地走同样的路线，去同样的接头地点，他们似乎完全没意识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城市监控系统经历了大规模升级。你一个拿着外交护照的美国人，反复出现在不该出现的胡同里，在大数据的天网下，简直就是裸奔。吉拉尔迪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CIA 的体制问题。KPI 考核制度， CIA 特工的晋升靠的居然是人头数，招了多少线人，出了多少报告。至于质量好不好，安不安全，没关系，因为等质量问题暴露时，你早就调到华盛顿升职了。拿到技术突破口和内鬼名单了。从2010年底到2012年底，大清洗开始了。美国情报官员后来回忆起国安部的行动，用了一个词：如影随形。他们不是在瞎猜。多位前美国官员哀叹，他们每一次抓的都是绝对对的人，一旦开始出事，
局势崩塌的极快。联合工作组的战术极其老辣，典型剥洋葱策略。他们没有一上来就抓核心大鱼打草惊蛇，而是先动最外围、级别最低的线人，用来验证技术手段获取的情报。抓到之后不马上声张，而是进行秘密审讯。在清洗早期， CIA 发现有几个线人突然开始提供看上去极其可靠，但核心数据有微妙偏差的情报。这意味着国安部不仅抓了人，还把他们变成了双面间谍，逼着他们继续用 CIA 那套破通讯系统向华盛顿输送假情报。这不仅稳住了 CIA 的阵脚，让美国人误以为网络依然安全。国安部借此顺带摸清了 CIA 的情报偏好和运作模式，每确认一个环节，他们就在棋盘上多落一子。等到外围全部锁死，证据链彻底闭环，国安部才开始全面收网。这时候的手段就极其冷酷了。著名的《纽约时报》在2017年的首次曝光中，引述了3位前美国官员的说法，其中有一个极其抓人眼球的细节：有一名被识破的中国线人，在政府大楼的院子里，当着所有同事的面被公开开枪击毙，以儆效尤。对于这个细节，老张我觉得可信度太低了。堂堂《纽约时报》啊，这种带着拉美毒枭风格的大院公开爆头，在当代中国的体制下极其罕见。处理高级别叛国罪，走的是秘密逮捕、异地羁押、国家安全法庭或秘密军事法庭，不公开审判，很少判死刑。退一万步说，就算判了死刑，也多在指定地点执行。这个公开枪决的画面，极大概率是美国情报官员在眼睁睁看着线人一个个失联的极度恐惧中，通过口耳相传被戏剧化夸大了的传闻，又或者是中国那边某种极其严厉的内部死刑通报，起到了强烈的杀鸡儆猴的震慑效果。但无论如何，核心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根据外交政策修正的最终数字，在这不到2年的时间里，有大约30名 CIA 的高价值线人被处决或长期监禁。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的 CIA 总部办公室里弥漫着绝望的死寂，调查会议不断被冰冷的电话打断。长官，我们在北京又失去了一个。根据外交政策杂志的爆料，到了最后关头，最后一位还能在中国境内露面的 CIA 联络官，几乎是发疯一样的给幸存的线人派发大量的美元现金，祈求他们能自己买通海关逃离中国。有几个人确实成功撤离了，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铡刀已经落下，一切都太晚了。美国对中国内政和军事决策的一手情报来源几乎归零。他们快找到我了。你是我们最后一个线人了，保护好自己，我们会找到你的，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快点，他们快来了。间谍先生，您的外卖到了。外卖放门口。你好，请问您是间谍先生吗？我们公司新的贷款。我不贷款。您好，请问您买房吗？不买，不买。谁都能找到我，为什么就你们找不到我？再等等，我们还在开会，马上就能定位到你了。我们找到你了，等我。不用救了，他们已经找到我了。照顾好我的家人。喂喂喂！几十年的心血一夜化为乌有，华盛顿必须找出原因。FBI 和 CIA 成立了一个最高级别的绝密联合调查组，代号叫蜜獾。当他们在弗吉尼亚北部的一个秘密办公室里对着一张张失联人员的照片时，调查陷入了极度的内耗和互相指责。光有系统漏洞无法解释某些未联网的单线联系人为何也暴露了，因为 CIA 的信息是高度分隔的。于是蜜獾调查组锁定了最后一个致命的具体因素——内鬼。其中之一的内鬼叫李振成。李振成，香港出生，美籍华人。他在 CIA 干了13年的核心海外行动官，拥有最高绝密许可，中英文双语流利，工作重心就是盯着东亚和中国。2007年，李振成因为遭遇亚裔在 CIA 内部的职业天花板，心灰意冷，辞职搬到香港开了一家烟草咨询公司。结果呢，生意惨淡，濒临破产。一个掌握着 CIA 对华情报网最高机密的前特工，穷困潦倒地出现在中国香港的商业丛林里，手里掌握的杀人越货技能在民间市场毫无用处。国安部要是放过他，那简直是对纳税人资金的犯罪。甚至有美国官员怀疑，李振成在香港的所谓商业机会，本身就是国安部提前做的一个局，等他脱离了 CIA 的保护网，再慢慢收网。2010年4月，深圳2名国安部官员找上门来，开价直截了当，10万美元现金起步，承诺只要你合作，我们保证照顾你一辈子。在此后的3年里，国安部给了他21份书面任务清单。李振成向国安部提供了大量秘密信息，账户里多出了84万美元。2012年8月，也就是中国大清洗最猛烈的时候，FBI 利用一个假工作机会把他骗回美国。
在夏威夷檀香山的酒店房间里秘密搜查了他的行李。搜查的结果让所有 FBI 探员冷汗直冒，在他的包里发现了49页的手写日程本和21页的地址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 CIA 线人的真实姓名、行动笔记、秘密接头设施地址，铁证如山，对吧？结果最魔幻的来了 ，FBI 当时竟然没有逮捕他，在对他进行了5次不痛不痒的审讯，李全盘否认后，居然把他放回了香港。主要是因为如果公开起诉，必然要在法庭上展示损害评估，没有人愿意把 CIA 最大失败的全貌写在纸上，那对所有人的职业生涯都是毁灭性的。直到整整6年后的2018年1月，李振成以为风声过去，飞回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当时他已经是佳士得拍卖行的安保主管，才被当场逮捕。2019年认罪，判了19年。为什么当年放了他？为什么拖了6年？这就牵扯出 CIA 内部极度荒诞的政治撕裂。面对惨重损失 ，FBI 坚信有内鬼，但是当时 CIA 反间谍部门的最高负责人马克·凯尔顿死活不愿意接受内鬼论，拒绝启动内部纠鬼行动。为什么？因为凯尔顿这位仁兄有个严重的心理创伤。90年代的时候，他的好哥们儿 CIA 官员布莱恩·凯利曾被 FBI 当成俄罗斯间谍，错误调查了好几年，名誉扫地，职业生涯被毁。结果最后查出来，真正的叛徒是 FBI 自己人罗伯特·汉森。凯尔顿在密欢调查会议上反复提起凯利的遭遇，拍着桌子吼：“你们是不是想再制造一个布莱恩·凯利的冤案？没有铁证，我不允许你们指控任何人，这是一种高贵的程序正义。”但在每周都有人在中国失联的危机中，这种高贵成了致命的奢侈品。FBI 觉得 CIA 在护短包庇自己人 ，CIA 觉得 FBI 在抢功劳搞地盘战，双方互不信任。调查在最需要统一行动的时候陷入了泥沼，最终得出了一个和稀泥的结论：多因素汇合、内鬼、系统漏洞、手法草率，共同导致了灾难。这个结论完美的分散了责任，每个部门都可以说不全是我的错，没有人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典型的官僚主义大和谐。密欢调查中，代表 FBI 纽约办事处参与抓内鬼调查的反间谍主管，名叫查尔斯·麦贡尼格尔。这位在会场上大义凛然的长官，到了2023年，他自己因为暗中拿俄罗斯寡头德里帕斯卡的黑钱，向一家有中国政府背景的能源公司泄露 FBI 调查细节，被美国法院送进了监狱。抓间谍的人自己也是间谍，而且李振成绝对不是孤立。从2017年到2024年间，美国起诉了一大批为中国国安部效力的前情报官员。我给你们念一下啊：凯文·马洛里，前 CIA 和国防情报局双料官员，中文流利，欠了23万美元债。2017年在领英上收到中国伪装智库的私信，跑去上海卖绝密文件，过海关时被查出加密手机，判了20年。罗恩·汉森，前国防情报局官员，去了中国40次，收了80万美元，判了10年。亚历山大·马，前 CIA 官员，在香港酒店当着5名国安部官员的面泄密，一边泄密一边数5万块现金，全程被录像。这些案件暴露了残酷的真相，也是美国情报体系最冷血的制度性缺陷，人员退出管理几乎为零。CIA 花几百万美元，用几年时间把一个人训练成最危险的情报武器，然后在他们40多岁遇到职业天花板，失去利用价值时，就把他们扔进民间市场，自生自灭。当这些前特工发现自己除了窃密之外，在民间毫无用武之地，当他们面对堆积如山的账单，连房贷都还不清时，当他们在领英上看到一条来自中国猎头的热情消息和10万美元定金时，结局几乎是注定的。国安部只需以逸待劳，就能捡到一个拿着绝密许可的前间谍。如果你以为抓了30几个间谍把网破掉，这事儿就完了，那你就太小看这台机器的进化能力了。CIA 在中国的间谍网络被摧毁，只是故事的上半场。现在说下半场，在下半场里，中国正在用大数据彻底重新定义反间谍的玩法。2013年起，美国情报界发现了中国 get 到的新技能。CIA 的秘密特工拿着有着毫无破绽的掩护身份的护照，飞往非洲或欧洲执行任务。结果刚下飞机，一过海关护照检查口，中国情报人员的跟踪就开始了。CIA 特工完全懵了，我的身份是捏造的，背景是伪装的，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我是 CIA？ 答案是大数据。这就要说2015年震惊世界的美国人事管理局 OPM 的黑客事件了。据美国官方指控，中国国安窃取了2150万名美国政府现任前任员工及其家属的绝对隐私档案，这里面包含了560万枚指纹，以及最要命的 SF86 安全审查表。这张长达127页的表上记录了你的一切。你有没有看过精神科医生？有没有婚外情？在海外有没有欠债的亲戚？性取向是什么？财务状况如何？时任 FBI 局长科米绝望地说，中国拿走了关于所有跟美国政府有关的人的信息宝库。同期，中国黑客还被指控入侵了万豪集团，拿走5亿条开房记录，
美联航飞行记录、Anthem 健康保险公司7900万条数据，以及 Equifax 信用报告1.45亿条。大家想象一下这些数据交叉对比的杀伤力。假设有一个叫约翰的美国人，拿着外交护照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或吉布提，国安部的大数据系统一扫，约翰的名字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公开名册上，但是约翰的资料在 OPM 那2150万人的审查数据库里竟然查无此人。为什么查无此人？因为 CIA 的特工是用自己独立的审查系统的，不在 OPM 的库里。大数据直接告诉你，凡是声称是美国外交官但 OPM 里没资料的，反差如此巨大，80%-90%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CIA 特工。在大数据天网面前， CIA 那套玩了半个世纪的贴假胡子、换假护照、死信箱的传统间谍把戏，直接被降维打击，碾成了历史的粉末。前 CIA 中国分析师盖尔·赫尔特得知 OPM 被入侵后，回忆起内部的恐慌。天哪，这对每一个曾去过中国的人，我们招募的人，可能被怀疑跟我们说过话的人意味着什么？绝对太可怕了。不光这样，还有其他的呢。2013年斯诺登事件的爆发，彻底让中国高层醒悟。斯诺登揭露了 NSA 如何深度渗透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服务器，这让中国领导层震惊地意识到，这个我们没有创造的互联网系统正在被武器化来对付我们。斯诺登事件和2010年的间谍清洗加在一起，直接加速了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全面自主化进程。据外交政策报道，2010到2012年的清洗震动了北京之后，中国情报系统经历了一次关键转型，从能够批量窃取大型数据集，进化到能够快速从这些数据中筛选出有用信息。中国境内的情报设施开始跟语言处理中心和数据分析中心物理上建在一起，工业化、算法化的情报战开始了。这还是没有 AI 时代的情况，现在只会更厉害。这场反间谍胜利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情报领域，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安全系统的政治地位和运作方式。我们前面说过，胡锦涛时期启动并完成了这场清洗，当时的处理是务实的、低调的、外科手术式的。胡的优先考量是稳定大局，不让间谍丑闻演变成政治危机。但到了2012年底18大之后，习时代拉开帷幕，反间谍被纳入了一个更宏大的政治叙事，跟反腐运动、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对境外势力的全面警惕死死绑定在了一起。首先是机构重组和权力集中。2014年，频频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亲任主席。在此之前，国安部其实一直处于中央政法委，特别是周永康时期的管辖下，是个被领导的角色。国安委的成立，把分散在各部门的安全权力集中到了最高领导人手里。国安部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政治地位。14年，曾经执掌公安、国安、司法的政法沙皇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罪名之一赫然写着故意泄露国家秘密。2015年1月，那个曾主管反间谍，却利用权力帮喜国大总统强买强卖，甚至监听同僚和高层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落马，被判无期徒刑。北京国安局局长梁克也一同落马，人事上更是彻底洗牌。2016年，国安部长从耿会昌换成了陈文清。陈文清是谁？前中纪委副书记，王岐山的副手，主导过马建案和周永康案的查处，让一个纪检系统出身的人执掌情报机构，信号再明确不过。要彻底清洗国安部内部残存的派系网络，把这个曾经被权臣利用的机构牢牢握在领袖自己手里。法律武器不断升级，2014年出台新反间谍法，取代旧版国家安全法；2017年颁布国家情报法；2023年再次修订反间谍法，大幅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将数据安全纳入其中。国安部开始走向前台，搞起了信息战和网红化。2015年开通举报热线，2017年推出最高50万人民币的悬赏制度。2023年8月，这个曾经连官网都没有的超级保密机构，还破天荒地开通了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当 CIA 局长伯恩斯在2023年高调宣称正在重建在华情报网时，国安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点名怒怼，甚至发了一篇标题极具嘲讽意味的文章。CIA 纪念墙上的第一颗黑星与中国有关，讲述1950年 CIA 官员迈凯尔南在新疆逃亡途中被击毙的历史。潜台词是你过来啊！朋友们，10多年的红墙暗战复盘完了，听到这儿，如果你一拍大腿，嗨，闹了半天 CIA 就是个四处漏风的草台班子，那我得赶紧给你泼盆带冰茶的冷水，千万别把庞大机器偶尔的打盹误判成了它的软弱。你看看今天美军的无人机想把导弹送进中东哪个老大的车窗，就绝不会砸到车门。伊朗的十全头目说杀就杀，这种跨越半个地球的绝对降维打击，证明这只白头鹰的爪子依然锋利。那既然美国这么强，当年为什么在北京栽了这么大个跟头？因为真实的博弈
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爽文，这是两头超级巨兽在各自国家命运面前爆发的一场没有退路的宿命对撞。华盛顿把渗透中国当成维持霸权的风头生意，操盘手脑子里装的全是部门 KPI。可当时的北京面临的是什么？是机要中枢被美金驻空，苏联悲剧随时重演的亡国深渊。当美国人算计 KPI 的傲慢撞上中国高层为了活下去掀桌子的求生欲，结局其实早就注定了。在这场绞肉机里，没有正邪，只有极度冷酷的生存本能。而最让我后背发凉的是夹在齿轮里的人，不管你是想拿机密换美金的红墙大员，还是像李振成这样为 CIA 卖命半生，中年危机连香港房租都交不起的王牌特工，当两大帝国的齿轮全速咬合时，你们算什么？连个屁都不是。没人在乎你的野心或委屈，在国家机器面前，所有人只是账本上随时可以被划掉的耗材。大象打架，踩烂的永远是草坪。快穷死了，房租、水电、信用卡，我都1个星期没吃饭了，还是还不起，咋办呀？狗剩，你干啥呢？节目做完了不？做啥节目？都快饿死了，还做节目？嘿，敢和我顶嘴了？你信不信我把你交给总书记？哎，我好像不用饿死了，钱好像都有着落了，嘿嘿嘿，嘿嘿嘿，钱，香香的钱，各位观众，嘿嘿嘿。插播一条重要紧急新闻。我国前央视记者、海外大反贼王志安因涉嫌间谍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依法逮捕。警方透露，这次抓捕行动多亏其海外线人的帮助。目前，这位线人已获得50万现金作为奖励，反间防谍，人人有责。